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坐在家里刷着手机，突然看到一条新闻，心头猛地一震，那感觉就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，又像一道闪电划破沉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，它关于一个我们可能曾经小看了的地方，它用一场震惊四座的大考，让所有质疑者都哑口无言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2025年7月，韩国最大的新闻频道 JTB4 突然中断了所有节目，当家主播面色凝重，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一番让人心跳加速的话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收到的画面，说实话，让我们整个编辑部都震撼了。他提到，台湾正在进行的汉光演习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我必须承认，看完这些画面后，我对韩国的国防现状感到深深的忧虑。画面切换到台湾，那可不是什么纸上谈兵。凌晨的浓雾中，数十艘快艇如离弦之箭，呼啸着冲向海岸，战机划破长空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导弹拖着火光，精准地命中目标，炸出了冲天的火光。这哪里是演习，分明就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。韩国国防部紧急召开会议，会议室里将军们面面相觑，气氛凝重的能滴出水来。这真的只是演习吗？一位中将忍不住发问，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。他们不仅仅是炸掉了真桥，更是把高速公路变成了临时跑道。F-16战机说起降就起降，那份从容和精准简直让人叹为观止。更让人啧舌的是，他们的后备军人竟然在短短4小时内就全部到位。我们的后备军要多久？有人小声嘀咕，没人敢回答，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，韩国的动员效率和台湾相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就在韩国军方震惊不已的时候，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军事评论家金正浩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，标题赫然是“我必须向台湾道歉，看完汉光演习，我彻底服了”。视频一开始，金正浩就开门见山：“各位，我之前说过台湾的军力不如韩国，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”他开始逐一分析汉光演习的细节，那语气简直像个虔诚的学生。首先，台湾军方展现的联合作战能力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，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简直天衣无缝。屏幕上显示战机和军舰同时对目标发动攻击，时间差竟然不到3秒，这种精准度需要多少次演练才能达到？而且他们用的是实弹，实弹啊！金正浩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更让他震撼的是台湾的不对称作战策略。面对实力悬殊的对手，台湾没有选择硬碰硬，他们的战术是什么？小型导弹快艇、无人机群、机动导弹，每一样都是以小博大的利器。视频中，数十架无人机如同蜂群般扑向目标，同时数十枚导弹从不同方向射出，那画面简直是现代战争的缩影。这就是现代战争的样貌。金正浩慷慨激昂的总结，不是比谁的军舰大，而是比谁的战术灵活。台湾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。这段视频24小时内突破了500万观看次数，韩国舆论彻底炸开了锅。我们还在搞阅兵式的表演，人家已经在练实战了。韩国军队什么时候砸过真桥？从来没有。台湾2300万人，我们5000万人，为什么他们的动员能力比我们强？各种疑问和感叹如潮水般涌现。然而，真正的震撼还在后面。
7月24日，汉光演习进入第2天，这次的大头戏是淡水河口防卫战。韩国 KBS 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直播中，声音都带着一丝兴奋。我现在站在淡水河边，整个河面都被烟雾笼罩。台湾军方正在模拟敌军可能的登陆路线。镜头拉远，整个淡水河口布满了防御工事，岸边的火炮不断开火，直升机在低空盘旋，特种部队从各个角度发动突袭。KBS 的军事专家朴哲秀在节目中分析，各位观众请注意这个细节，台湾军方不是随便选择淡水河口的，根据我们的分析，这正是中国军队最可能的登陆点之一。他指着地图继续说，台湾军方显然做了大量的兵器推演，他们预测了敌军的每一步行动，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对策。这种准备程度，说实话让我汗颜。更让韩国人震惊的是民众的反应。当天下午，一位韩国记者在台北街头采访，请问你对汉光演习有什么看法？一位骑摩托车的大叔停下来，很自然地回答，很好啊，保家卫国嘛，应该的。记者又问，但是演习会影响交通？大叔耸耸肩，影响就影响个，总比到时候真打仗措手不及好吧。另一位年轻女生的回答更直接，我男朋友就是后备军人，昨天接到动员令，二话不说就去报到了，我很骄傲。韩国记者彻底震惊了，在韩国，每次军事演习都会引发民怨，交通管制更是会被抱怨得一塌糊涂，但台湾人竟然如此支持。这段采访在韩国引发热议，著名评论员李明博在节目中感叹，我们一直自诩是准战时国家，但看看台湾人的态度，我们真准备好了吗？7月25日，汉光演习的高潮来了。战机高速公路起降，清晨6点，彰化某段高速公路已经清空，2架 F-16战机在万众瞩目下稳稳降落在高速公路上。这个画面通过直播传遍全球，韩国空军会议室里，将领们盯着电视，激动地说，这不是表演，这是真正的战备。一旦机场被摧毁，高速公路就是备用跑道。我们韩国有这样的准备吗？没有。他继续分析，更厉害的是，降落后15分钟内，战机完成加油挂弹，重新起飞。这种效率，我当了30年空军，自愧不如。韩国网友们的评论更是精彩，我们的高速公路连坑洞都不补好，还想当跑道？台湾真强，实弹演习，韩国还扣好演习。人家在练习打仗，我们在练习表演。但最让韩国人震撼的，还不是这些高科技武器和战术。一位参与报道的韩国记者后来写道，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演习现场看到的一幕。烈日下，一群年轻的台湾士兵正在挖战壕，汗水如雨下，但没有一个人偷懒。我问其中一个士兵累不累，他笑着说，累啊，但是想到这是在保护家人，就不累了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台湾最强大的武器不是 F-16，不是导弹，而是这些愿意为家园付出一切的人民。韩国最大的网络论坛 Chinsite 上，一个帖子获得了上万个赞，台湾证明了什么叫全民国防，不是口号，是行动。跟帖的人说，我们天天说要提防朝鲜，但真准备好了吗？台湾面对的是中国，压力比我们大多了，但人家的准备也比我们充分多了。说实话，看完汉光演习，我对我们的国防很担心。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近期要求国防部提交报告，为什么台湾能做到的，我们做不到？国防部长的回答带着一丝无奈。预言先生，台湾的国防预算占比 GDP 5%，
我们只有 2.2%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国民有危机意识。他没说完，但大家都懂。韩国人已经习惯了和平，忘记了战争的可能。这时，一个韩国退伍军人在网上发文：我1975年服役，那时我们也是这样训练的，实弹实战，随时准备战斗。但现在呢，我们的演习变成了秀，我们的国民变成了观众。看到台湾的汉光演习，我想起了50年前的我们。那时的韩国也是整歌带弹，也是时刻警醒。台湾提醒了我们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要用汗水和决心去守护的。这篇文章被疯狂转发，很多韩国人开始反思。就在韩国还在消化汉光演习带来的震撼时，7月26日下午，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。整个台北市，不是整个台湾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声。韩国 MBC 电视台正好在台北做直播，主持人金秀贤被突如其来的警报声吓了一跳。各位观众，现在台北响起了防空警报。等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摄影师将镜头对准街道，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韩国观众都看傻了。原本车水马龙的忠孝东路，在30秒内完全静止，所有车辆整齐地靠边停放，行人迅速进入附近的建筑物或地下道。不到2分钟，整条街道空无一人。这是真的吗？金秀贤结结巴巴地说：“2300万人口的城市，就这样停了。这就是万安演习，台湾1年1度的防空演练。但对第一次见识的韩国人来说，简直像是科幻电影。”韩国国家紧急灾难管理局的官员们围在电视机前，个个瞠目结舌。30分钟内，全台湾的人都停止活动。局长不敢相信，我们首尔能做到吗？副局长苦笑：“局长，别说30分钟，我们连3分钟都做不到。记得去年的民防演习吗？一半的人根本不理会警报。”画面继续播放，台北街头，警察和民防人员在各个路口指挥，但几乎不需要他们做什么事。民众们已经熟练地知道该怎么做。更让韩国人震惊的是，连观光客都配合演习，一看就是外国游客的人在导游的带领下迅速进入捷运站。金秀贤采访了一位刚刚躲进便利商店的台湾阿伯，请问您觉得这样的演习有必要吗？阿伯理所当然地说：“当然有必要啊！你看看乌克兰，战争说来就来，我们平常多练习，真遇到状况才不会慌。”记者又问：“但是会影响您的生意？”阿伯笑了：“命都没了，还做什么生意？”这段对话在韩国社交媒体上疯传，网友们纷纷留言：“台湾人的危机意识太强了，我们韩国人真是太安逸了。”如果首尔突然响起防空警报，大概一半的人会以为是恶作剧。就在这时，韩国最红的 YouTube 博主朴世训正好在台湾旅游，他用手机全程直播了万安演习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在西门町。他对着镜头说：“刚才还人山人海，现在你们看。”他360度转了一圈，原本热闹的西门町变得空荡荡，只有警报声在回荡。最夸张的是，他压低声音，连那些小摊贩都收摊了。在韩国，你觉得可能吗？直播间的留言疯狂刷屏，这就是纪律。台湾人真把国防当回事，我们的民防演习就是个笑话。30分钟后，解除警报响起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整个城市瞬间复活，车辆重新上路。行人继续逛街，小贩继续叫卖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朴世训兴奋地说：“这切换也太快了吧！从战时到和平，
只需要一个警报。他随即采访路人，请问您觉得这样的演习麻烦吗？一个年轻女生笑着回答，一点都不麻烦啊，就当做休息30分钟，而且这是在练习保命耶，怎么会麻烦？另一个上班族说，我们公司还会趁这时候开紧急应变会议，确认每个人都知道逃生路线。韩国观众彻底被震撼了。在韩国，别说全民配合，连学校的防灾演习都有学生翘课。更让他们佩服的是台湾的准备程度。朴世训跟着人群进入一个防空避难所，里面的设施让他大开眼界。各位，这里有水，有食物，有医疗用品，甚至还有简易厕所。他惊叹道，而且墙上贴着多国语言的逃生指示，连韩文都有。一位民防人员骄傲地介绍，我们每个避难所都有定期检查，确保物资充足，每个里都有专门的防灾小组定期训练。韩国灾难管理专家李成浩看到这段直播后，在部落格上写了一篇文章。看完台湾的万安演习，我深感惭愧。我们号称是分裂国家，随时面临战争威胁，但我们的准备程度远不如台湾。台湾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全民国防，不是政府的事，是每个人的事。文章引发热烈讨论。韩国国防部紧急宣布将派遣考察团赴台湾学习万安演习经验，但最让韩国人感动的是演习结束后发生的一幕。在台北车站，一个外国游客因为不懂中文，演习期间惊慌失措。一位台湾婀娜看到后不会说英文，就用手势安抚他，还分给他水和饼干。这个温馨的画面被路人拍下，上传到网络。韩国网友纷纷留言，强大的不只是制度，还有人心。台湾人在演习中还不忘照顾外国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。韩国著名时事评论员金荣国在节目中总结道，各位，台湾的汉光演习和万安演习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。真正的国防力量不在于有多少先进武器，而在于国民的意识和准备。台湾人明白一个道理，自由不是免费的，和平需要守护。每一次演习都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逝去，所以他们选择时刻准备着，而不是心存侥幸。节目播出后，韩国掀起了一股反思潮，各大论坛都在讨论，我们真准备好面对战争了吗？台湾2300万人能做到的，我们5200万人为什么做不到？不是做不到，是我们根本没有认真对待。一位韩国退役将军在受访时说了一句话，让所有人陷入沉思。台湾让我想起了1960年代的韩国，那时的我们也是这样团结，这样警醒，但随着经济发展，我们变得松懈了，台湾却始终保持着危机感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岛能够在强敌环伺下屹立不倒的原因。2025年7月底，韩国各大媒体纷纷发表社论，朝鲜日报，台湾的启示，真正的安全来自全民的觉醒。中央日报，从汉光到万安，台湾展现了教科书级的国防动员。东亚日报，我们欠台湾一个道歉和一个学习的机会。韩国国会更是通过决议，要求政府全面检讨现行民防体系，以台湾为榜样，建立真正有效的全民国防体制。而在网络上，一个韩国网友的留言获得了最多的赞。台湾不是在演习，是在告诉全世界，想要征服我们，先问问2300万人答不答应。谢谢台湾，提醒了我们什么叫居安思危。中国再强大又如何？面对这样团结的台湾人民，谁敢说能轻易拿下？最后，让我们回到那位韩国主持人金秀贤，在结束台湾采访返回首尔时，他在机场发了一条推特：离开台湾，带走的不是美好的回忆，
还有深深的敬意。这个岛屿教会了我自由的代价，是用很久的警觉。台湾，你们是真正的强者，不是因为武器，而是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守护者。韩国也要像台湾一样。这条推特被转发超过10万次，成为2025年韩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台湾，这个美丽的宝岛，用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力量来自人民的团结和决心。每天打开新闻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感觉台海的空气越来越紧张？自从2020年以来，对岸的军机几乎天天来我们家门口打卡报到。根据国防部的数据，歼负16战机每天都有超过10架次在附近空域咆哮，侵入我们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早就超过了1200次。海面上，他们的52地形驱逐舰就在边界附近巡航。天空中，彩虹副5那种大型无人机3不5时就飞过来挑衅，甚至搞空投传单的小动作。可以说，一道无形的包围网正在逐步收紧，把原本还算平静的海域一步步变成一个潜在的火药库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面对这样的压力，台湾会怕吗？当然不。就在2025年，一场代号汉光41号的年度最大规模军事演习，将是我们给世界的一个震撼回应。这不只是一场秀肌肉的演习，更是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，我们会誓死捍卫我们的家园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战争真的来临，台湾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究竟守不守得住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汉光演习的每一个细节，从它的历史演变、精锐的战术想定，一直到我们手中那些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王牌武器，来一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要说汉光演习，我们得先把时光机开回到1984年4月23日。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是郝柏村上将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面对威胁，台湾急需一场大规模跨军种的联合作战演习。所以汉光演习从一开始，它的设计初衷就是要全面检验台湾的防卫能力，从拦截飞弹攻击到在滩头上粉碎登陆企图，通通都要进行模拟。最早期的汉光演习规模相对还比较单纯，大概只有1万名军人参与，装备也比较老旧。但经过了40多年的不断演进，今天的汉光演习早已脱胎换骨，变成了一场结合了尖端科技、全民总力的复杂现代化演练。2014年，汉光演习首次将民间资源大规模纳入演练，这标志着全民国防的概念不再只是一个口号。而2024年的汉光演习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，首次大规模地采用了5脚本模式，不再照着剧本演，而是由扮演攻击方的红军随时发动突袭，迫使各防卫单位像在真实战斗中一样，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。从最初那些比较过时的 M48坦克，到今天我们国军拥有像是 F-16伏这样的顶尖战机，台湾随时都准备好迎战任何威胁。汉光演习不只是一场军事演练，它更是台湾国防战略的支柱，既是为了展示我们的军事实力，也是向对手传递一个清晰无比的威慑讯息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那么即将到来的2025年第41次汉光演习将会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、复杂度最高的一次军事总动员。
在解放军光是2024年1年就入侵我们空域超过300次的背景下，汉光41号不仅仅是为了检验我们自己的防卫能力，更是要向对手与盟友强势展示台湾的防卫决心与实力。这次演习分成2个主要阶段，首先是为期2周的电脑兵棋推演，接着是从7月9日起连续10天的实兵实弹演习。这次预计会有大约22500名军人参与，其中包括15000名常备部队和7500名后备军人。民间力量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，将动员来自警察署、海巡署和医疗机构的大约3000名人员共同参演。这次动员的装备更能彰显台湾的军事硬实力。陆军将部署400辆云豹装甲车、150辆 CM11雄虎坦克，海军会出动15艘主力军舰，包括4艘济德级驱逐舰和12艘航母杀手沱江级巡逻舰，空军则会派出66架升级后的 F-16V 战机、20架幻影2500战机等。我们的防空火网将由18具爱国者3型飞弹发射架，配备超过200枚飞弹和50具国产的天宫2型飞弹发射器所构成。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假想情境，模拟台湾正面对解放军的全面进攻，来看看我们规划的现代战术到底如何运作。清晨4点，当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时，我们的长城预警雷达侦测到致命的威胁。2000枚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正从大陆东南沿海发射，目标锁定我们的空军基地。与此同时，100架歼道16战机和20架彩虹道5无人机正铺天盖地般的侵入我们的空域。空军作战指挥部立即反应，40架 F 到16伏和15架幻影2500战机从嘉山地下基地紧急起飞，迎向敌机。这些战机都配备了先进的 AMRA 中程空对空飞弹，并与地面上的防空系统形成一个立体的拦截火网。我们预计能成功击落50%的敌机，并拦截高达80%的来袭飞弹。与此同时，在桃园和宜兰外海，解放军集结了50艘71型登陆舰和100艘护卫舰，搭载着上万名士兵，企图强行建立滩头堡。我方海军迅速出击，动员了4艘济德级驱逐舰和12艘沱江级巡逻舰。济德级驱逐舰利用它强大的声纳系统，在水下搜索敌方前舰，而我们的航母杀手沱江级巡逻舰则从150公里外一口气发射了80枚鱼叉反舰飞弹和50枚国产的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。这一波饱和攻击预计能摧毁30%的敌方登陆舰队，重创其攻势。在岸上，陆军早已严阵以待。100辆云豹装甲车和50辆 CM11雄虎坦克已经部署在预设阵地，配合80门 M109A6 自走炮，炮弹的轰鸣声将会把试图登陆的敌军部队消灭在沙滩上。我们预估，在长达6小时的激烈战斗内，台湾就能成功击退第一波攻势。除了这些传统的正面威胁，解放军还会发动所谓的灰色地带战术，比如说无人机在天上投掷传单，企图扰乱民心，同时对台北的金融和通讯系统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。我们的特种部队会迅速反应，部署电子干扰系统，瘫痪敌方的无人机。国家安全局的网络战专家将在12小时内恢复通讯系统，稳定社会秩序。前线战场烈焰滚滚，后方则像一部高效运转的机器，
一支3000人的后备旅能在24小时内完成动员，迅速部署到关键防御点。平民穿上军服，与职业军队并肩作战，这展现了台湾团结一心的精神，誓言将我们的国土化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。要打赢这场现代战争，光靠传统的兵力是不够的，还需要能够以小博大、以精制胜的不对称战力王牌。说到王牌，就不能不提最近我们国军的大热门，也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放异彩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。台湾总共采购了29套海马斯系统，并且配备了超过80枚射程远达300公里的 MGM-140陆军战术飞弹。这支海马斯部队在汉光41号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，就是要向全世界宣示，台湾已经拥有了远程精准打击的利剑，有能力在海上就斩断任何来自中国的侵略企图。海马斯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多功能性和高机动性，可以由 C-130 运输机快速部署到任何地方，实现打了就跑的战术。它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一切。对台湾而言，海马斯同样传递了一个强烈的威慑讯息：我们有能力在敌人靠近我们的海岸之前，就对他的舰队和集结的部队造成毁灭性的损失，迫使中国必须重新评估入侵台湾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除了海马斯，台湾还有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神秘力量，他们总是隐匿在暗影之中，身着全黑的军服，头戴冷峻的防弹面罩，被外界誉为梁山山鬼。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陆军最令人敬畏的特勤队——梁山特勤队。据说他们的战力堪比美国的海豹突击队，让北京的高层将领都心生忌惮。据说一名合格的梁山战士，其战力相当于5名普通士兵。梁山特勤队是台湾唯一具备海、陆、空3栖作战能力的特种部队。在台海万一发生冲突的情景下，梁山特勤队扮演的就是不对称作战的先锋。战前，他们会执行特种侦察任务，秘密渗透到敌后，监控解放军的机场和基地。战争爆发后，梁山就会成为斩首主力，直接打击解放军的指挥中枢。在登陆阶段，梁山小队会采取机动的游击战术，如果台湾部分领土不幸被占领，梁山就会转入游击战模式。如果说梁山特勤队是深入敌后的利刃，那国军手上还有一把从空中挥出的重锤，这就是我们中科院的骄傲——万箭机场联合遥控武器，也就是俗称的万箭弹。这是一款射程高达400公里的巡弋飞弹，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搭载的子母弹头，只要一击，它所搭载的上百枚子弹头就能像天女散花一样，把敌方的机场跑道、军舰或是集结的部队夷为平地。在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情境下，万箭弹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。首先，它能瘫痪中国东南沿海的军用机场，其次也能攻击军舰和渡海部队，最后还可以摧毁后勤仓储区，有效干扰中国的整体进攻节奏。全新的万箭2型射程一举提升到400公里，将让台湾具备对敌方后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。如果再结合我们向美国采购的射程达560公里的 AGM-158C 远程反舰飞弹，将构成一个多层次的打击体系，进一步强化台湾的下阻能力。从汉光演习的全盘规划，到海马斯的远程精准打击，再到梁山特勤队的致命渗透，以及万箭弹的毁灭性威力，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：
台湾正在用尽全力打造一个坚实、多层次而且极具下阻力的刺猬防御体系。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今天，汉光演习不只是一场演习，它是台湾向全世界的郑重宣言。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。台湾不仅拥有先进的科技和武器，更有团结一心的民众和足以应对任何威胁的应变能力。看完今天的分析，你觉得台湾的这只刺猬够不够力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